我是三国一个普通木匠，每天为吃口热饭和鸡狗抢食，而诸葛亮却2次上门求我，都被我赶出院子，只因怕他人惦记我身。就在这时，诸葛亮第3次上门。怎么又是你？你都第3次上门了，究竟所谓何事？刘匠师莫要害怕，亮，听闻你木工手艺不错，所以想请刘匠师制作一张书案，没有其他意思。这是300钱，请刘匠师收着。300钱就让我给你做书案，狗都不干！我看在钱的份上，就把这活接了，明天就给你把东西送去。穿越到三国也有2个月了，系统却没有了一点反应，真是晦气。这天我送来诸葛亮定做的书案，脑中提示音再次响起。恭喜宿主完成一件合格木工作品，木工经验加10，该作品拥有属性，获得天赋1点，已达到记忆晋级条件。嘿嘿，自己这1个月所做10几件木工当中，唯一出现属性的作品，不过这属性究竟有没有用，自己说了不算，那虚无缥缈的系统说了也不算。随后我笑容可掬地让诸葛亮试试书案是否合适。当诸葛亮坐下那一刻，咦，心情竟然生出一股难言舒适和宁静。此时诸葛亮看着我微笑道：不想这山野之中竟有刘匠师这等奇人。此书案看似寻常，做工也算不上多好，但有种让人静心凝神奇特功效，而其材质却是寻常木料，这就有些神奇了。听到诸葛亮的夸赞，我收取300钱工费便急忙离去。我心情激动地回到家中，确认系统是真的后，便沉下心换出系统界面。超级降神系统，宿主留意。看着自己的金手指，我想想也挺无趣。明明自己穿越到三国这样的乱世，但金手指却让自己做个匠人。当个匠人也挺好，至少自己的生活水平不会太差，届时再找个妹子成家岂不美哉？随后我将技能升级，并没有出现天地异变等情况，只是感觉身体多了某种变化，对木工的理解更清晰了些。此时我看着眼前木材，生出一股难言冲动，疯狂对木材打磨。经过7/794小时摩擦，一条神龙木雕成型。恭喜宿主完成一件合格木工与雕工作品，威严加8，坚固加4，木工经验加50，雕刻经验加30。该作品出现2样属性，获得天赋点2。我闻言目光一亮，又出天赋点了，这样一来，自己的巧手天赋可以再进一级。刘家大郎，此物是你做的？闲来无事，练练手艺，让嫂嫂见笑了。王氏拍了拍胸脯道：有些吓人。昨日给你介绍那诸葛先生怎样？还要多谢嫂嫂照顾，些许心意，望嫂嫂莫要嫌弃。我看你这院落没甚看家的东西，平日里总不在家，赠你一条狗仔，平时也能帮你看门守护。我连自己都养不活，要只狗干嘛？我缺的是狗吗？我缺的是女人。不过小家伙看着挺可爱，反正自己孤家寡人，养大了哪天揭不开锅了，也能当应急粮食不是？嘿嘿，以后你就叫旺财吧。这又多张嘴吃饭，看来得奋发图强，找点事干了。夫君往日虽也好读，却不曾像这几日废寝忘食。难道这新做的书案比我还香饽饽？一时间也难以说清楚，但我总觉得这书案颇为奇妙，夫人可否为我解惑？黄月英本是荆襄皇室子弟，天下闻名的世家，眼界自然也高，并不觉得眼前书案有特别之处，但也一言作罢后，便惊讶地看向诸葛亮。我的头脑似乎变得空灵了些，此木材不应该有此奇效吧？既然夫人也察觉到有不一样奇效，只要我们再请这位匠师做些物件，就可知道是什么缘由。反正咱们也不缺那几个钱。黄月英闻言却笑道：那夫君可要等上些时日了。今日有庄户来见农具时说起，这2日那位匠师正在翻新宅院，怕是没时间来帮忙了。无妨，那便多等些时日便是。此时我看着眼前焕然一新的房子和狗窝，一股难言的成就感涌上心头。现在只差最后一个镇宅之物了。片刻后，在我一双巧手下，一个貔貅形象渐渐清晰起来。恭喜宿主成功建立一座完整建筑群，获得建筑群属性坚不可摧加10，木工经验加12306，雕刻经验加2309，建筑经验加5800，泥瓦经验加2019，染色经验加1250，天赋点加13，解锁新天赋强健1级。一个优秀的工匠必须拥有足够的体力，否则很容易在工作的过程中猝死。这天赋点在达到5级后，所需的点数如此多，本想将天赋点全部点在巧手上，做出更多的精美作品，但是身在乱世中，还需要自保的能力才行。于是我将剩余的天赋点全部加到强健上，刚好达到5级。随着等级的增加，身体只是有些发热。隔天一早，我被抠门的三老叫到他家。我这床榻昨天不知怎么突然间就塌了，
你再帮我重新打造一个，需要多少钱？300钱，您看如何？贵了些吧。您可是这卧龙岗最德高望重之人，您凭良心讲，一张床榻可不是打磨木材就行了，别说还要雕刻上色，300钱真不贵了。人家孔明先生做张书案都得300钱呢。那木材不是我帮你备吗？你不过出些力气，还有漆料，能值几个钱？你也无需给我雕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只需按着原来床榻给我做一张便可，钱不会少你，给你100钱。原来那床榻可是只花了80钱。听到这话，我嘴角抽搐了一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以150钱加5只小鸡仔的价格敲定后，我抱着5只鸡仔，不爽地往回走。又有个人上门了，当下加快脚步进了院子，却正看到诸葛亮站在凉亭里，正在打量着自己的屋舍。孔明先生，您怎有空来我这陋室？此时的诸葛亮站在凉亭里，不愿意出去的。若刘将士这里都只能算是陋室的话，那在下的草庐便连陋室都不如了。不知道为何，一进这凉亭，便感觉一阵难言的舒畅，仿佛整个人都被洗涤了一遍。刘毅谦虚地笑道：“孔明先生言重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您那屋舍只要有您在，便是仙家福地。”此时的诸葛亮站在凉亭里，不愿意出去的。若刘将士这里都只能算是陋室的话，那在下的草庐便连陋室都不如了。不知道为何，一进这凉亭，便感觉一阵难言的舒畅，仿佛整个人都被洗涤了一遍。刘毅谦虚地笑道：“孔明先生言重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您那屋舍只要有您在，便是仙家福地。”诸葛亮闻言，目光不禁一亮，不想刘将士竟有这般文采。先生还未说来意。不急，亮想一观刘兄居舍，不知可否？对，自然，只是还未来得及添置家具。孔明先生稍待。我想要把小鸡仔找个地方照看着，虽然不值50钱，但总归是自己的。养上一段时间，就算不能鸡生蛋，蛋生鸡，但也能解馋，改善生活。左顾右盼后，旺财过来，这些小家伙你看着，不准欺负他们。旺财也听话的将5只小鸡撵狗窝旁边。看到这幕，诸葛亮眼睛一亮：“刘兄，这庭院果然颇为奇妙。孔明先生过誉了。”随后将诸葛亮迎进了正堂。诸葛亮一进正堂，不知怎地，竟有种回到自家的感觉，然后笑道：“亮今日前来，其实也是有事相求。”我目光一亮，这是有买卖啊！看来那正门招财属性发挥作用了。孔明先生这话说的，我不过一小工匠，说什么求不求的？孔明先生有事吩咐便是，只要在下做得到的，定不推辞。亮居舍之中许多家私已十分陈旧，本是想托人去襄阳请些工匠来帮忙重做，但上次见了刘兄之能后，却觉不逊于那襄阳城工匠。原本此前便想来相请，但此前刘兄一直在置办新宅，亮不好叨扰。如今新宅落成，所以前来相询。别看诸葛亮住的是草庐，但那可不是普通人家随便搭的，不但做工精致，而且似乎还暗合奇门数理，家中的家具也颇为考究。如果全部翻新的话，这可是一笔不小的买卖。孔明先生，这全部翻新所需钱财可不是个小数目。诸葛亮闻言不禁笑：“钱财之事，刘兄不必担心。亮虽非大富大贵，却也小有家财。”哈哈哈，却是我多虑了。既然如此，不知孔明先生那边何时可以动工？若是妨碍先生清静，可将木材送来我这里，待做好了再往先生家中搬去。不必，亮对这工匠之术也颇有些研究，正好可以向刘兄请教一番。若刘兄有暇，自是越快越好。好，先生都这般说了，便请先生先回，我去准备些漆料工具，之后便尽快过去。也不知完成诸葛亮这一单后，是否会有新的天赋属性出现。历经半个月的时间，我终于按照诸葛亮的要求，提前将凉亭建成。恭喜宿主获得双10属性精美凉亭，心旷神怡加11，思维活跃加12，推心置腹加7。看来只要自己做出的东西水平越高，做得越认真，出现属性的机会以及数值就会越大。刘兄，这凉亭甚是完美，亮很是喜欢，但亮越觉得刘兄并非寻常工匠，他日若有机会，当帮刘兄谋个出身。出身，呵呵，还是算了吧，这2字不知害了多少人，而且我对这种事情并非太过看重。刘兄说的没错，但你我身在这天地棋局之中，却也改变不了任何事物。呵呵呵，不知刘兄如何看这天下？还能怎么看？坐着看呗。以前怎么没感觉自己跟诸葛亮这么铁啊？现在连天下都跟自己说，卧槽，这亭子有推心置腹属性，不会已经起作用了吧？刘兄不成，我观你并非寻常工匠。刘兄一身匠艺，在这荆襄境内只能算尚可，强于刘兄之人不少。亮所知者便有不下5人，但亮依旧用你
可知为何？闻言，我只是淡淡一笑，并没有接话，只感觉这亭子推心置腹的效果太恐怖了。诸葛亮见我没有回话，继续道：当日刘兄所作书案亮坐于其后，心神便能更为宁静。当时亮也只是好奇，有心试探。于是当刘兄旧宅翻新完后，我再次去府上拜访，却是令亮确信刘兄有神异之处。入刘兄正堂，却又是另一份感觉，旁如回到自己家中一般。如今入了这亭子，却不自觉想与刘兄推心置腹，这恐怕亦是刘兄妙手所得吧。卧槽，诸葛亮这感觉如此敏锐，不会发现什么了吧？此时诸葛亮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这世间万物自有其规律，但逆背了其中规律，自然有异，常人难觉。因常人已然习惯了自然，亮能发觉，因为亮更愿意去研究这天地万物，工匠之学乃至墨家之学，亮皆有涉猎。但这世间或许有匠师可以做到令人赏心悦目，却觉无人可做到如刘兄这般。我讨厌聪明人，研究你的隆中对便是，没事研究什么天地万物。这特么又不是武侠世界，你就算天人合一了，还是个战五渣。诸葛亮坐在凉亭里滔滔不绝说了半天，却见刘毅只是沉默，便也没再多问。此时诸葛亮也发现了这种想要跟人推心置腹的感觉，并且思考问题更是比此前更加活跃。随后的日子里，两人很有默契的都没有再提及此事，但两人的关系却是亲近了几分。这天诸葛亮早饭都没有吃，就早早出去访友了。当我得知缘由，竟是今日有人要来拜访。诸葛亮还真是神人也，就连有人要来拜访都能算出来。也难怪他对我如此上心，只是对这今日拜访之人，却是不待见的很。思虑到这，我也便准备离去。经过3个月的时间，诸葛亮的房屋已完工，只是在院门打开后，我却愣住了。汉左将军、宜城亭侯、豫州牧、皇叔刘备见过先生。听闻这卧龙先生年轻，却没想到这般年轻。皇叔莫要误会，在下只是一介工匠，只是被诸葛先生邀来修建房屋，并非诸葛先生。先生说笑了，备观先生之相，不似寻常工匠。皇叔谬赞，在下却是来此做工的工匠。诸葛先生今日外出访友，皇叔这一趟怕是，不得不说，刘备这看人的眼光还真准。说话上，除了之前那一溜的自报家门暴露了其底气不足之外，也不会让人讨厌。不管是不是真心，这话说出来，让人很难对他心生恶感。就在这时，诸葛亮家的童子出言道：我家先生今早外出访友，归期亦不定，或3、5日，或10数日。什么鸟人？那卧龙既然不见，不如归去罢了。三弟不得胡言，既然如此，我们三兄弟便在此等候。我见状并没有多说什么，毕竟没有自己什么事，便转身离去。崔兄，这连日的风雪终于停了，天气却比往日冷了不少。如今我已做完诸葛先生制作的小物件，需要给他送去，你也一起吧。崔州平本是诸葛亮的好友，在诸葛亮家做工时见过几面，并不是很熟。因崔州平前些日子去诸葛亮家做客，却不想诸葛亮不在家中，无奈之下便留宿我的家中。两人经过几日的相处，倒已熟悉了起来。不想周平会与刘兄同行。刘兄也对，你与他同在一地，怎能不知道这工匠的奇艺？以我对诸葛亮的了解，虽然看着平易近人，但骨子里也是有着傲气。若非刘毅得到了诸葛亮的认可，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相称的。毕竟刘毅跟我们身份是不对等的。看来两位相处颇为融洽。诸葛先生，您托我做的东西已全部做好，您看看有无不妥之处？刘兄这是要走？没想到这都能被诸葛先生看出来。用刘兄的话来说，这里并不适合你。如今你这般着急的与我清算，亮猜测刘兄是想要离开了。不错，我本非这卧龙岗之人，叨扰数月，也是时候该离去了，准备前往中原吧，或者许昌。既然刘兄要走，那今夜不妨留在这草庐，亮设宴为刘兄饯行如何？不管怎么说，诸葛亮算是自己在这个时空交到的第一个朋友，如今要分别了，而且很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我这心中竟然有几分不舍。很快酒过3巡，菜过5味，韩信也渐渐在酒精的刺激下被激发出来，但崔州平的酒量不怎么样，便睡去。诸葛亮和我则来到了庭院的亭子。刘兄，方才几度欲言又止，可是有话与我说。诸葛先生是否早知刘皇叔会来？哈哈，刘兄认为刘皇叔如何？能忍常人所不能忍，有识人之眼光，其他尚未可知。吾心中亦有些彷徨。前次水镜先生与我提及此事，但我与皇叔并无太多了解，不好决断，所以避而不见。
这才符合人性。以诸葛亮的能力，就算不投曹操，投奔江东，以诸葛瑾在江东的地位，孙权也不会亏待了他。而以刘备如今处境，将不过关张赵，文也只有简雍、孙乾，城池只有新野弹丸之地，兵马也不过1-2千。以如今的天下局势来看，刘备目前局面实在算不得好。那诸葛先生有何打算？刘兄，你我虽相识时日尚短，却算是知交。刘兄不必这般拘礼，换我表字即可。亮本欲隐士，然如今天下恐怕并不会让亮如愿。但若出世，曹公虽具有大势，但如今其北征乌桓之际，却已经派人开始着手南下，太过急功近利，必有一败。我何以见得？曹公麾下虽兵多将广，但却大都是北方诸侯降兵。看曹公之意，并无整合之心，征乌桓之后，便会南下，一统天下。看曹公之意，并无整合之心，征乌桓之后，便会南下，一统天下。但其将士多半离心，其麾下将士皆为北方将士，不习水战者居多。光是荆襄之地，水道纵横，若刘荆州有心抵抗，曹公急切间也难将其拿下。但刘表年事已高，荆州内部恐怕也有不和，以曹公之能，恐怕不会放过这机会。诸葛亮闻言，似笑非笑地看了刘一眼。呵呵，无乱之言，孔明兄不必放在心上。但可曾想过，若荆襄能够不战而下又如何？那曹公便是败局已定。自己知道历史，倒是可以笃定，诸葛亮是从哪看出来的？呵呵，曹公生性多疑，荆襄若是投降，必不能用。我若是那江东主帅，必施展离间之计，令曹军内部失和。刘毅闻言沉默了，好像还真是这样，心中有些苦笑。原本以为自己跟诸葛亮就算有差距也不会太远，如今看来还是把自己太当回事了。事情还没发生，但诸葛亮的预见可说是极准了。呵呵，我欲向北，孔明兄不怕我告知曹公。呵呵，刘兄若是郭奉孝在世，曹公或许会听。所以孔明兄如今考虑刘皇叔。此时诸葛亮沉默了。对于刘备，他了解不算太多，但从眼下情况来看，刘备名声人望已经有了，如今只差一个一飞冲天的机会，而诸葛亮就很可能成为这个机会。随后刘毅也没有再问，毕竟人各有志，像诸葛亮这种人物，一旦有了决定，旁人是很难劝服的。3天后，刘毅一人一狗一驴向北出发，走过新野之后却迷路了，无奈只能搭起帐篷将就一晚。然而这时旺财却狂吠起来。这是发生了什么？难道是遇到了马匪？我驾驶驴车准备投奔曹操，没成想半路竟遇见常山赵子，走近一看，对方却是假。就在这时，一队骑兵急速向我逼近，我当即准备让驴子避让，可那蠢驴似乎被对方杀气给刺激到，突然发疯了一般拖着驴车在原地转了一圈，便朝着与那些骑士相同方向拔足狂奔。两人只是对视一眼，我心底就有些发凉，尤其是对方脸上戴着一张青面獠牙面具，看着分外瘆人。但对方马快，很快便已经超过了他的驴车，朝着远处飞奔而去，而后方却传来更加密集的马蹄声。曹字大喜，不能这么巧吧？卧槽！还好我的车厢有坚固属性加持，不然这几百根箭雨非得把自己射成刺猬。曹兵看见时对驴车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便跳到车上想要武力砸开车厢杀掉驴子。不过驴子此刻却是察觉到危险，突然转向，车上几个骑兵顿时被甩下去，驴车在曹军骑兵阵中开始横冲直撞起来。曹将军，方才那辆驴车受惊了，在阵中乱闯，伤了我军不少将士。后面那辆驴车赶上我军将士，给我将那驴射杀，将车劈碎，把人给我带出来。早知道这么危险，自己就应该等赤壁之战结束了再去许昌。这帮曹军六亲不认呐，也不知道自己这车厢能够支撑多久。完了，我的驴子也被弄死了，我这该怎么办？车厢内的人听着，立刻出来投降，否则定斩不饶。这位将军，在下并非歹人，之前之事纯属误会啊。如且出来说话。曹仁说话的是对着车厢猛踹一脚，没想到车厢竟然出现了裂痕。此时我面色一变，大脑一片空白。曹仁说话的是对着车厢猛踹一脚，没想到车厢竟然出现了裂痕。此时我面色一变，大脑一片空白，一时间不知道要不要出去。这时砰一声，我只看到一只大脚丫子撞碎车门，直接踹进来。娘的，我的腿被卡住了，快来帮忙！就在这时，数千山贼出现，将曹仁众人包围。一帮乌合之众，周兆，留下10名将士过来帮我拆掉这该死的驴车，你且带人给我将这1000多人的山贼击破。诺！几乎在撞击一瞬间，正面那些根本没有什么阵势可言的山贼便被追。曹仁脸上露出了一抹冷笑，只是下一刻，曹仁的面色变得难看起来。这位将军，我有一法，可立刻将这车毁去，您可否保证不伤我？好，我曹仁今日对天立誓，只要你帮我拆了这座该死的车，我绝不为难于你，否则定叫我不得好死。等等，曹仁，您是曹仁曹子孝将军？你怎这般多废话，还不快拆？
闻言，我3下5除2将几个栓钉拔出。宿主拆毁一样属性物品，随即获得该属性物品一样属性，坚固驾驶。该属性可作为临时属性附着于宿主身上，时效1小时，也可附着在其他物品之上，成为其永久属性。系统将坚固加持的属性附加在自己身上。你特么快点！将军，周将军扶不住，已被杀死。将军，我们撤吧。你是何人？竟是个女子，在下刘毅，乃是隆中一匠人。此番因为迷失了方向，误闯贵宝地，实非有意。匠人，此番能破曹军，你也算立了功劳，而且在曹军包围下，竟能全身而退。我寨中正需你这帮人才，随我走吧。将军，此战不但折了周赵将军，我军出去的将士也折损过半，回来的不足200人。当年那吕不韦聂趁着主公决战袁绍之际，反出许昌，不想竟在此处占山为王，立刻派出探马探清其虚实。将军，我有一计。据将军所言，今日那些山贼应该是将军所说之人拉拢过来。若是我军前去剿匪，这些山贼藏匿于山野之间，不但难寻，而且也颇费粮草。那又如何？这些山民只求利益，无信义可言，何不趁其未曾离开之际，派人前往游说，许以利益，让他们去攻打。我等只需坐收渔利，不论谁输谁赢，于将军而言都无害处，反而可以省去不少烦恼。妙计，你去办吧。不过那魏越还有那白袍小将却要活的。今日那驴车之主你们可还记得？命人将其以及魏越的画像画好，张贴各郡。虽然发誓说过自己不杀他，但却没说过不为难他。另外，新野的探子可曾回来？回来一批。刘备最近正在整备兵马，招募军队。他能征募多少兵马？待得春暖之后，我便先下新野。驴兄啊，驴兄，虽然我平日里总说要炖了你，但不过是一句戏言而已。你我相识一场，也算有缘。至于这皮囊，与其埋入土中腐蚀，倒不如入我腹中。如此一来，也算全了你我缘分。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驴肉的滋味，算是人间极品了。来来，两位兄弟一块过来吃吧，这可是美味啊！昨日带着刘毅一起上山的2名山贼也凑上来。刘毅有趣的发现，前来割肉的人虽多，却是井然有序。看你们如此有纪律，一般山贼和寻常百姓可做不到。我等往日却曾参军。呵呵，兄弟，我这何时能走啊？这个今日论功行赏的时候，你自去问寨主便是。昨日寨主不是说了吗？此番破曹贼你立了功，说不定给你个头目当。头目？可拉倒吧，当个山贼头目，哪天抛尸山野都不知道，这差事狗都不干。这是白木寨的求救信号，看来有其他山寨越界了。你和我们一起去。吕寨主，你太狠了吧，几乎将百木寨屠尽。尔等何意？呵呵呵，昨日听了你的诓骗，差点杀了曹军大将，如今人家找上门来了，只要能把你交出来，我等不但可以免罪，还能收编入朝廷军队。吕寨主，换作是你会如何做？卧槽，这曹人的动作还真快，找不到山寨就开始用离间计，借助这一代山贼的力量来挑拨相互之间矛盾。呵呵呵，既然如此，一群乌合之众，昨日你们打不过曹军，今日便以为可以与我一战，还有谁来送死？吕灵起的声音并不像张飞那般粗犷，但配合其一剑射杀一名寨主的威势，一群山贼闻言面面相觑，却是无人敢于上前。呵呵，为何发笑？今日这一仗打不起来了。你怎么知道打不起来？那帮人看着人多，但都想保着自家实力，让别人来跟你们拼命。大家都不笨，所以相互推诿，加上你们寨主先声夺人，镇住了那些贼手，自然也就打不起来了。随后刘毅2人又聊了一会，刘毅才得知自己本来是往北走的，结果却走错了方向，跑到了东面。无奈之下，只能暂住这山寨，并建立了一个窝棚。做工精良的屋棚，引凤+1，宽敞+3，舒适+7，御寒+6。嚯，这引凤+1属性是什么鬼？之前可从来没有见过。哎，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寨主他们有没有想过如何对付这些人？就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何时才能走？那几千人堵在外面，我们能有什么办法？不过大头领说了，这数千人滞留在此，他们的粮草消耗定然跟不上，用不了多久会自行退去。对方可是受了曹军的命令前来，若官府给他们粮草，你觉得谁先被耗尽？我有一招，你权且报知你家寨主，或可破贼。能成吗？呵呵，你告知你家寨主便可，其余的交由他来决断。不过这事儿就说你自己想出来的，别跟人说是我说的。小头目刘三刀将刘毅的计策告与寨主大头领后，这个计策我们可以试一下。呵呵，三刀你也跟了我10年有余了，你什么情况我不了解，这个计策应该不是你想出来的吧？大头领恕罪，是那前几日寨主带回的刘毅不让我说，这些时日他一直想要离开，只是因为外面那些贼寇挡着，才一直没走。
此番估计也是想助我等破敌，方才献策。原来是他，倒是小看了他。他这计策虽然看似荒唐，但未必不能一试。若真施展起来，那帮山贼也会头疼吧？今夜便试试他的计策。三刀，你今夜什么事都莫要做，将此人给我看紧了。魏叔，这又是何必？若真有本事，这山寨中正好缺一位魏少主出谋划策之人，这种事必须争的。计策跟你家寨主说了，你家寨主同意了没有？说了，也同意了。所以你把我也供出来了，然后你家寨主让你过来盯着我。不是，我就不明白了。大家在一起不是挺好的？你是个有本事的人，若你能够帮寨主，那多好，为何一定要走？这个问题问得好，和我说说你家寨主是什么人，还有那位魏越大头领。既然要让我留下，我总得弄清楚他们是什么情况吧。第二天一早，胜利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寨。林启见过先生，感谢先生昨天的献策。我们按照先生所说，安排人手在山下山贼的据点，每隔半小时敲锣一次，连续敲锣4次后，他们就放松了警惕。我等用300-500人就击败了对方5000多人马，而我们只伤残10多人。先生真是大才也。先生不敢当，在下只是个匠人，寨主不必如此大礼。先生虽是匠人，但这胸中才学却不比那些所谓高士差半分，越万分钦佩。不知寨主和大头领唤我前来何事？听闻我部将刘三刀言，先生欲走，此前不知先生有大才，怠慢了先生，望先生莫要见怪。寨主治寨有方，赏罚分明，在下颇为敬佩，也并未因此而不满。先生，如今北方战事初平，却仍有动荡，何不留在此处？以先生之才，何愁不能成就一番大事？大事，寨主可是要图霸天下，扫清寰宇？这寨主自己都不知道，又如何能谈大事？不知道先生以为何为大事？这个因人而异。对于寻常百姓而言，能够3餐温饱，能够安稳度日，或许对他们而言便是大事。高尚一些的，想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魏越虽然听不懂，但感觉挺厉害的样子。那不知先生的大事又是什么？呵呵，在下是个工匠，今生之所求，便是如那昔日干将莫爷或是欧爷子那般，成为能名垂青史的匠人。魏越和吕林启闻言有些愕然，他们想不通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为何要一门心思去做个匠人？以先生来看，不知林启该何去何从？呵呵，寨主若不准备报仇的话，要在这世道生存，其实不难。江东一州皆有天险为依凭，便是曹公如今势大，要想吞并此2处，怕也不易。寨主继续占山为王也好，或是建立乡庄亦可，总能活下去。谢先生指教。先生，我山寨如今惹了那曹人，如今虽然凭借先生妙计退了那些山贼，却也露了行藏。先生既是匠人，本事定然不弱，不知先生可否助我等重新建立山寨？也好，建立一个山寨的收获，可不像之前自己建立一个小院儿那么简单。若是自己能够建立起一座山寨来，这群体建筑能出现什么样的属性呢？一哥，娘亲说要带我回新野去。大娃名叫邓艾，本是邓氏后人，阴差阳错到了这山寨。这些天没事就让刘毅教他读书学习，两人倒也熟悉得很。回新野，新野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接下来曹操南征，新野首当其冲。若大娃回了新野，你想回去吗？不想，他们看不起我们，还总是想欺负娘亲。但娘亲说我要读书，不能继续待在这里。读书好啊，带我去找你娘，有事跟她商量。一郎，不好了，去城里打探消息的兄弟回来了，他们说你被通缉了。我怎就被通缉了？他们说你是我们山寨的人，而且凶狠狡诈，举报你就能赏万钱。曹仁这个小心眼儿，这么一来，自己去北方讨生活是不太可能了，还是赶紧回卧龙岗看看诸葛亮出事了没有，能不能抱抱大腿，以后跟刘备混，这也是目前自己最好的选择。看你这样子一点也不害怕。怕他们也不会取消对我的通缉，那也就没必要怕了。也是，不过寨主让我跟你说，若需要帮助，可以去找他。代我谢过你家寨主。随后刘毅和大娃母亲邓母沟通了下，推荐大娃去孔明处读书的事，便着手制作新车厢。经过2个小时的努力，在吕林启惊愕的目光中，一辆宽有9尺、长约丈2的马车便被刘毅组装完成。做工精良的马车，平稳加14，坚固加15，舒适加12，宽敞加3，轻便加13。木工经验加750，雕刻经验加330。寨主来的正是时候，大娃他们准备回新野寻访名师，我如今也在南北上，一想回一趟隆中拜访几位故友，不知寨主可否给我派几位将士随行，待我访友之后，也好与寨主会合。那便由刘三刀带领2人陪先生回乡如何？可以。
3天后，刘毅等人坐在马车内行驶在寒冷雪路上，而车厢内却温暖如春。先生，您这车还真是稳当，外面天寒地冻，马车里面却是烧了铜炉。恭喜宿主成功完成一件做工合格的木雕狗，栩栩如生+6，威慑+3，静心+4，获得雕刻经验100。当前经验已满，是否升级？升级。恭喜宿主雕刻技能提升至4级。由于宿主拥有2样技能脱离基础阶段，成功解锁兽图模式，具体内容请自行查阅。兽图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教授学图，可以通过消耗15000猪钱的代价，让他人获得刘毅的天赋，每一样技能可以选择1名学徒。另外一种就是学工，耗费150猪钱的代价，让对方临时拥有刘毅当前的技能等级，不过只能获得1种，而且无法拥有刘毅的天赋。这个过程只能维持1天的时间。正愁建设一座山寨的话，自己就算再快，恐怕也要做很久。如果能给自己100人，在短时间内便能建成一座占地面积不小的寨子，一座小城都说不定。刘毅正沉浸在系统升级后的喜悦中，而车厢外面却发生了意外。你这人怎么回事？你这汉子，是你将车开得这般快，差点撞到我们，还敢跟某叫嚣，我马儿的腿都被你撞折了，你说怎么办？咦，刘皇叔，多日不见，不想在这里碰到。原是刘毅将士，既然是刘将士的车，那便算了。三弟与我同乘，一即回去便可。这怎使的？张将军若不嫌弃，便将我这车驾走吧。这马虽非好马，但这辆车却是在下亲自打造而成，不但坚固，而且速度不慢。这天寒地冻的，车厢里也暖和许多。不过这车中尚有妇孺，皇叔可否等我将他们带回了卧龙岗，再将马车送回？兄长，这主意不错，我就替你答应下了。嘿嘿，刘兄去而复返，却是为何？孔明兄真不知。昨日我见了刘皇叔，与周平言之，猜你快要出事，尚未恭喜孔明。以刘兄之能，若能与我同共左民公，又何必惧怕曹操？此番刘兄往投许昌，却半道折回，此岂非天意？那刘皇叔底蕴已备，如今又能得孔明之助，却有腾飞之象，在下此番返回，也确有相投之意。那刘皇叔底蕴已备，如今又能得孔明之助，却有腾飞之象，在下此番返回，也确有相投之意。但眼下皇叔那边，我便是去了，也无用武之地。那不知刘兄欲往何处？江夏或是江陵，若曹军大举南下，我怕襄阳会守不住。最近接了一项生意，我准备去那边帮人建立一座城寨。刘兄不妨向江夏而去，此处东连吴越，西接襄阳。他日若有需要，亮会书信于刘兄。未必能帮上忙吧？只需刘兄帮忙打造一些器物，不会让刘兄涉险。这个不难，待我建立城寨之后，便派人通知孔明，届时孔明有何需要，只需前来找我便可。这样一来，自己就真的搭上刘备这条线了。如果能够以后让刘备无论制作军械，还是修桥铺路，乃至兴建城池，都来找自己的话，不说技能经验不愁，等刘备日后稳定了以后，岂非财源广进？嘿嘿。听闻江夏太守乃是皇室族人，我想在江夏一带密地立一座城寨，以为日后将方所在。不知孔明可否帮我疏通一二？我这便书信一封，届时刘兄去拜访便是。还有一件私事，此番我北上，却是遇到一位颇有灵气的少年，人天资聪慧，又有向学之心，不忍埋没了其天赋，是以一同带回来。不知孔明是否愿意收徒？收徒，亮可否一见？邓艾，进来吧。见过先生。随后孔明简单了解了下邓艾的家庭情况，得知此子爱学上进，还很有灵性，眼中便多了几分欣赏。此子他日必有一番成就。哎，不瞒夫人，亮不日便要出世，而且前途凶险难测，便是亮也无十分把握。此子若跟在我身边，兵凶战危，恐难顾周全。不过刘兄既然准备去往江夏落脚，不如让此子先跟随刘兄。刘兄虽非士人，但胸中所学颇丰，让此子先跟随刘兄些时日，待亮有了安身之所后，再让此子随我如何？我能教他什么？让他跟我做个工匠。敢问刘兄，若你来教此子，会如何教他？若说经纶史籍，恐怕大娃比我知道的都多。若跟在我身边，我会教他如何为人。若无才干，最多庸碌一生，却也总能生活下去。若不懂为人，恐怕天下虽大，却无立足之地。这般道理可非常人能懂。刘兄虽陷于出身，学问未必好，然学问虽好，很多东西却比书简之上的学问更重要。刘兄所长者便在于此处。随后邓氏母子同意了诸葛亮和刘毅的安排，先跟随刘毅去江夏，等孔明脚跟落稳了，再跟随孔明。至此，一位大将即将诞生。
我随手造的马车车厢，却让猛将张飞当成宝贝，晚上都不抱着媳妇睡觉，非要睡在这车厢中。刘备得知此事，都泛起了迷惑。三弟，最近听闻你干什么都要驾着这马车，你那媳妇儿都跑来告状，说你夜不归宿，天天晚上睡在这车厢中。难道这车厢比你媳妇儿都香吗？哥哥，你还别说，刘将士这马车还真是神奇，跑起来又快又稳，更主要是非常坚固。这次我去收粮草，那些毛贼暗中放冷箭，我当时正在车中，却见那箭簇射在车厢上，竟不能伤车厢分毫，射来的箭簇纷纷被弹开，我方才有机会冲进敌阵，斩杀了那贼人。竟有此事，这刘将师还真是神奇啊！呵呵，三弟，我拿赤兔马换你这车厢如何？哥哥，我可以把我媳妇儿给你，但是这车厢你就别惦记了。兄长和三弟莫要争，免得伤了和气。父，我这一刀3000斤的功力，竟然只是留下了些痕迹。三弟，这车厢我也想要。二弟，快安排去卧龙岗将刘将师请来。12月的近邻异常寒冷，此时的刘毅正安排城寨的建造事宜。我们可以沿汉江建造城寨，纵向300丈，横向可至500丈，每面设3座敌楼，高拱12座。先生，大了些吧。虽然按照先生的吩咐，将那些山贼俘虏一并带来，加上那些愿意随我们的百姓，加起来也不过1000人。呵呵，江夏战乱在即，战火一起，流民遍地。我准备收纳一些流民来这里，不只是我们这点2人。可是这般大的城池，何时才能建完？这个不急，先把我们的住所完成了。这些寨主给我30人，我来负责。只是搭建房屋的话，1月便可做成。另一边，刘备在第3次拜访草庐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诸葛亮。孔明，这卧龙岗中曾有一匠人，你可知道？主公也知道刘兄。刘兄，据我所知，此人乃一匠人。刘兄乃墨家传人，也确实精通机关锻造之术。他平素颇为低调，常以匠人自居，然其所能却不止如此，曾在南阳误入贼营，助一伙山贼以少胜多，以300之众击溃10倍之敌。这3个月，诸葛亮和刘毅2人书信来往频繁，得知刘毅的城寨虽然未完全建完，但却已经接纳了不少流民。如今刘毅是墨家传人的言论，在那城寨之中传得沸沸扬扬。竟有此事，早知如此，当日我便该亲往相请。接着刘备将当初刘毅赠车，而后张飞发现那车马的尿渍，然后刘备派关平前去请。结果刘毅已经离开的事情跟诸葛亮说了一遍。主公最好莫要立刻便去相邀。不瞒主公，当初主公第1次去卧龙岗，刘兄便曾言，主公日后必能成就大事。既然如此，孔明为何不让我前往相请？一者，彼如今正在兴建城寨，城寨未曾落定，主公便是去，他也定不会随主公。二者，主公如今根基不稳，刘兄虽然看出主公之不凡，但却不愿轻易涉险。主公当务之急并非访贤，当先谋一块立足之地。至于刘兄，主公虽不必亲自前去相请，却也可以先联络一番。那不知这位贤才有何喜好？刘兄爱才，主公不妨托人在刘兄那里打造些兵器战甲。此外，荆襄之地，主公也可与一些相熟将领或是刘荆州商议，一同购买军械，以主公之名义向刘兄购买，而后再赠与荆州各军，也可借此结好各军将领。呵呵，孔明此计甚善。先生，有人想见你，说是新野故人。快带我去见。东海糜竺见过刘先生，这位是左将军府门下皮匠刘封，亦是左将军义子。不知糜先生来此，可是孔明有托付？孔明先生的确托付在下给先生带一封书信，不过在下此来却是带我主刘皇叔而来。我主听闻先生乃墨家传人，更精通锻造之术，派主前来与先生商议。主此番运来了铁锭、千金、五铢钱100万，随后还有许多上佳木料，会相继奉上，需要先生打造环手刀10把、长矛100杆、利剑1000枚、盾牌100面，不知可否？嘿嘿，这些东西倒是不难，只需10日即可完成，但是却也用不了100万钱，10万足矣。既然如此，那在下便在此处等上10日。10日后，糜竺心满意足拉着刘毅制作好的武器离去。此时吕灵启却缓步走来。没曾想寨主面具之下竟是如此动人。先生也会说这些？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虽说以貌取人不智，但人与人之间的初步了解，往往都是取决于样貌的。呵呵，原以为先生跟其他人不同的。呵呵，寨主以真容见我，可是因为糜竺。当年吕不白门楼兵败被擒，虽然就算没有刘备那句话，曹操未必就会真的放过你。刘备当初的那句话，在旁人看来，无疑便是决定了吕布命运，杀父之仇，灭家之恨。这一下子就把曹操和刘备这2位将来足以左右天下局势的人物给推到对立面上去。3个月时间很快过去，城寨建设也几乎接近尾声。刘毅闲来无事，为了改善口味，制作了一口锅：做工卓越的府，招财进宝加21，香飘10里加24，
回味无穷加22，龙凤呈祥加1。3个属性全部上20已经是不错的作品了，只是为什么会有一个招财进宝的属性混进来？而且那龙凤呈祥是什么鬼？先生，这是何物？符，3组符。今日便用这东西，请你吃些好东西。嘿嘿，一哥儿，邓氏母子天天住在你的房子里，你有没有？别乱说话，我对嫂夫人只有敬重，绝无半点他念，莫要坏人名声。稍后你去魏将军那里一趟，将隔壁的小楼分给嫂夫人。一哥儿，某只是说笑而已，并无此意。不久后，邓氏将用3组府炖好的鸡肉端上桌。今日你也算客，这头汤便由你来吃，自己揭盖吧。就在刘三刀刚揭开盖的瞬间，那弥漫而出的雾气似乎隐隐形成龙凤之象，冲天而起，一股难言的香气在这一瞬间向四周扩散。嫂嫂的厨艺还真是厉害，快些吃吧，我怕一会儿会有更多人过来。此时吕灵启和魏月一众人正在训练，却被突如其来的香气打断。什么味道如此香？是谁家在炖肉？我去看看谁家随意宰杀畜生。此事我与魏叔同去。刘毅也没想到这香飘十里竟然真的飘出这么一顿饭的时间，不只是城寨里的畜生，连人都给引来了一大堆。刘先生，这是何香气？呵呵呵，今日试着做了一口腐出来，这腐用了我墨家机关一些特殊手段做出来的腐，能够让食物更加美味。3日后，城中的天宫坊会对外出售，价格仅需50钱。先生，用了这锅，真的能如您家中这般煮出这等香气的吃食？只要你不煮糊了，都不会太差。当然，若是不好，可以拿着腐来天宫坊，我们不问缘由，原价退还。正在此时，便听门外再次传来大量的脚步声。先生，您这府教场这边也需备几个吧？你们怎来了？先生，这里的香气都已经飘到教场里去了。平日里吃的挺香的面饼，今日吃起来却是索然无味，我们便来了。第2日，刘毅带着邓艾和刘三刀来到军营，建造卓越的军营，体力恢复加24，舒适加21，好勇斗狠加16，胜者为王加11，将士归心加22，未激活。其他属性还算正常，这好勇斗狠还真要不得啊！就那点儿家底，可不能自己跟自己打。无奈之下，刘毅忍着心疼，选择花钱消灾替换属性。将士归心属于建筑群属性，一旦替换，将会影响整个建筑群的最终属性。是否一同替换？能单独替换好勇斗狠和胜者为王？替换好勇斗狠，胜者为王，属性是否确定？确定。睡眠质量加20，龙阳之好加23。我操！龙阳之好，这龙阳之好也闹不出人命来，而且这是个概率性问题。内心里有这想法的人，属性的作用会推一把；没这想法的人，属性再高也没用。以后赚大钱再改吧。不久后，糜竺第3次找上刘毅，军师有一事相托，想请刘将师去一趟襄阳。这军机政治我可不懂。孔明希望刘兄能为刘荆州建一座清静些的阁楼。自入春以来，刘荆州的身体便每况日下。孔明说，刘兄一双巧手有化腐朽为神奇之能，或可缓解一些。去一趟无妨。然事先说明，我墨家虽有些本事让事物有些奇特功效，但却无本事让人起死回生，只是这价钱。荆州府库充实，刘兄还怕刘荆州贪了你的钱不成？呵呵，当官的谁知道刘备这典型的拿自己来做人情啊！不过这件事也算两利，做得好了，自己在荆州这边也算打开了门路。既然如此，何时动身？自是越快越好。7日后，刘毅带领着刘三刀10余人到达襄阳刘表府上正在卖力的干活，却不成想被他人惦记上。如何？刘备派来的这些人真的是匠人？回军师，那些人却是匠人无疑，只是那为首之人虽说穿着打扮是匠人模样，但观其气度不似匠人，而且此人乃糜竺亲自送来，看神情，他与糜竺之间也无高下之分。继续探查，若有什么举动，尽快来告知于我。半个月后，刘毅带领着刘三刀等人将刘表阁楼建成。做工精致的阁楼，心旷神怡加20，舒适加21，精力恢复加24，宾至如归加22，红杏出墙加25。先生，这楼风水如何？呵呵，还行吧，其他都还好说。那红杏出墙是什么鬼？去把那管事叫来结账了。就在这时，一伙手持武器的士兵将刘毅等人拦住。诸位，我等只是匠人，不知有何处得罪，还望表明，我等便是死，也该明白为何而死。哈哈，刘兄言重了，在下王威，天为镇南将军帐下偏将，奉命来此，还望刘兄莫要卷入事端。刘兄有鬼斧神工之能，我等却也略知一二。却不知在下的名声何时传来了襄阳。呵呵，皇叔刘备麾下突然出了一支能征善战的悍勇之士，不但作战悍勇，兵甲也属当世一流。那些兵甲便是出自刘兄之手吧？军师对刘兄也是久仰了。
蔡瑁。蔡瑁乃刘表的镇南将军军师，在荆州颇有权力，只是刘毅不明白对方为何会注意到自己。在下与蔡瑁军师素无瓜葛，而且军师的待客之道有些特别。呵呵呵，此时府中正有要事，为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还请刘兄在此停留片刻。这是什么道理？我等来此是为那刘荆州做工的，又不是来……刘毅一把揽住刘三刀，将他的话堵住，同时微笑道：好，我等便在此停留片刻，只是希望莫要让我等久等。呵呵，不知玄德公如今如何？自昔日隆中一别，已有数月未见。曹军遣夏侯惇统兵南下，如今已至南阳，恐怕不日便至新野。玄德公此刻恐怕正在整军备战，看来自己得早做准备。襄阳如今已成是非之地，得尽快离去。却不知道我等何时可以离开？刘兄且稍待，不会太久。且我家军师亦想一会刘兄。而此时远远就能听到男人的好哭声。何人哭嚎？或许是大公子吧。大公子刘琦，刘表病重，但没到未能下地的地步，否则刘备也不会让我来建这阁楼。刘琦此前已经被派去江夏镇守，如今算是管自己那一偏二的人，自己在这个时候被刘备安排过来州牧府中，也难怪蔡瑁会紧张了。此时刘琦已经哭累了，看着门户紧闭的州牧府，带着失望的心情往城外走去。自己想要见父亲的希望已经彻底没了，看来府上出现了什么变故，这诺大荆州不能让自己兄弟继承，事情肯定还有转机。这时刘琦想到了一个人，卧龙先生诸葛亮。为何不杀了他？他只带了数十人。呵呵呵，若他入府，便可以意图弑父夺权的名义将其斩杀，天下人也不会说什么。但若在府外将其斩杀，你我名声也将就此毁于一旦。张允闻言叹了口气，这是杀刘琦最好的机会。可惜，就如蔡瑁所言，若真的追出去将其杀了，他俩的名声也就毁了。走吧，去看看那位墨家传人。走吧，去看看那位墨家传人。墨家，刘备无人可用你，你便是刘玄德请来的工匠。墨者刘毅，见过镇南将军军师。墨者，呵呵，刘玄德派你来此，所图为何？在下此番受邀前来，为镇南将军修建阁楼，如今业已完工。呵呵呵。这便是墨家的手段，比之寻常工匠所作，也并无出奇之处。呵呵，有无出奇之处？军师只是眼见，未免有些不公允吧？蔡瑁闻言看了刘毅一眼，星野那边打探出来的消息，这所谓的墨家传人倒是有些手段。刘备手下那支精锐最近在与曹军零散部队交锋时候太过悍硬，这也是蔡瑁注意到刘毅最重要的。那我便看看这阁楼有何奇特之处。刘毅古怪地看着蔡瑁，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的缘故，总觉得蔡瑁头顶的那关金有些发绿。刘毅见王维要往近跑，连忙拉住，因为这汉子给他的感觉还不错。刘兄何意？呵呵，将军如果娶妻了，最好还是别进这阁楼，此乃刘荆州敬仰之所，最好莫要沾惹了刀兵之气。王维皱了皱眉，这东西他也没怎么想过，虽然不觉得有什么，但最终还是点点头，没有执意进去。此时蔡瑁从阁楼里出来，倒是颇为让人舒适，这便是墨家手段。刘毅看向蔡瑁的目光带着几分同情，闻言模棱两可，点点头。算是吧，靠这些风水寻脉之术。虽然你墨家手段很厉害，但是你为何这般看着我？呵呵呵，在下只是觉得军师这头顶有些发绿。蔡瑁茫然地看向一旁的张允，张允却是摇了摇头，表示没看出来。那你便先去吧，莫要离开襄阳。墨家的工艺确实不错，过几日自有重用。今日天色已晚，吾今夜便留宿于此吧。刘毅闻言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用别样的眼神看着蔡瑁。随后刘毅便回到酒。没成想糜竺却在此等候。在下此番前来，奉了军师的嘱托，前来再与刘兄商谈一桩生意。暂时不了，听闻曹军先锋已然南下，这兵凶战危之地，在下就不去凑热闹了。哈哈哈，刘兄恐怕有所不知，军师已然在博望坡用计，大破曹军10万大军。10万大军能有1万已经不错了，还10万，如今全天下人口加起来也就几百万。三国演义中说曹操80万大军南下，估计也是个虚数。古人吹牛这一套，玩儿的也不比现代人差多少哈。那替我恭喜孔明。此外，此番也并非请伯渊去新野，军师认为新野不可守，已迁往樊城。主此番来，便是想要请先生过去修建一些城防工事，当用不了太久，新野那边会为先生尽可能拖延些时日。嘿嘿，曹操的主力还在冀州的水池里玩儿过家家呢，应该没这么快南下。至于先锋部队，虽然也有厉害的将领，但刘备这边应该还是挡得住的，但还是得给自己做好足够充分的逃亡准备。樊城的话也不是不能去，只是钱财伯渊不用担心，主公已为先生筹得500万钱，已经送往先生城寨。好，做了。500万钱，只是加固一些防御的话，如果材料足够，自己只需要多雇些用学工，加起来也不过几10万就能搞定的事情，剩下的净赚那。
3日后，刘毅在樊城招募了90人，加上刘三刀10人，刚好100人之数，用了不到1个月时间，便将樊城的防御做好。做工卓越的斗拱，射程加24，精准加17，坚固加20，视野加25，醒目加22。建营寨的时候就出现过各种奇奇怪怪的属性，眼下这个醒目虽然有些坑，但也不是不能接受。这里容易被敌军集中火力，那也就代表着其他地方的压力会小很多，也算一个战略属性。到时候这个斗拱别占人就行了。先生，刚刚听到消息，此前那蔡瑁的夫人趁蔡瑁不在时与家奴私通，蔡瑁得知此事之后勃然大怒，不但斩了那家奴全家，他那夫人都差点被蔡瑁给杀了。如今这事在襄阳已经闹得人尽皆知。怎么跑襄阳去了？这些消息你打探他做什么？嘿嘿，我还打探到一个消息，听说那蔡瑁在我们走后曾派人找过你。这些天襄阳城内不只是蔡瑁，还有不少人在寻你，说是您给刘表做的那阁楼太好了。刘表这些时日恢复了不少精神，整日待在那阁楼中宴请宾客。您之前让人回去将一些天宫坊打造出来的饰品送来襄阳售卖，如今天宫坊的名声已然打出来了，整个襄阳名士都在以能够拥有一件天宫坊饰品自豪。刘毅闻言也只是点点头，给刘表的那栋阁楼虽然只是5万钱的活，但更重要的是襄阳这个市场，这边的活计已经做完了，明日我等便回寨。刘毅之所以着急的回城寨，除了襄阳的局势所迫，更主要的是心里也惦记着他。做工卓越的木雕，青木加41，栩栩如生加46，强运加44，魅力加43，质地如玉加42，滋养加45。看着木雕的属性，刘毅知道自己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恐怕都难以做出如此属性的物品。那顿悟状态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技能暴击了。然而当刘毅沉寂在思念家人的时候，城寨中却出现了让人后怕的事情。哎呀，先生，你可算回来了，军营里出大问题了。发生了何事？哎，别提了，先生，你去襄阳的路上，我就让将士们搬到军营住了。刚开始还好，没过几天，将士们就像泰迪一样，看见长相清秀的士兵就往上拱，都不带分性别的。卧槽，这也太狂躁了吧！看来是龙阳之好的属性在作怪。随后刘毅花费30万钱才更换到想要的属性，军魂加24。每一支军队都该有着他的魂魄，虽然不知道这军魂表现出来会是怎样，但至少不会像龙阳之好那么坑。好了，可以让人住进来了。先生，你好像什么都没做啊。我特么，我30万钱都花了，叫什么都没有做。我已经偷偷的做了法，将这一处的风水更改了。至于有什么好处，你慢慢就会知道了。随后刘毅便离去，留下一脸懵逼的魏玉。回到住所的刘毅就像丢了魂似的，盯着先前雕刻的木雕，就连邓母叫他吃饭都没有听见。先生，你怎么了？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啊。呵呵，可是那位寨主，这个嫂嫂如何知晓？妾身终究是过来人，只是不想先生年岁与妾身相近，为何却一直独身？这年月，男子13、14岁成亲，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刘毅这么一个大龄单身狗，而且还是有着本事的单身狗，在这个时代实在有些奇葩。早年随家师求学，如今出山也不过是个匠人，自然独身。自己在这个时代也不自觉的开始被同化了吗？怎么感觉有些自卑起来了？先生可非寻常匠人，先生不但乃墨家传人，才学亦非常人可比，不可妄自菲薄。婚礼者，将和两家之好，上以示宗庙，而下以继后事也。若先生愿意，可将此事交由妾身来操办，与魏将军去商议此事，自可成全好事。此乃儒家礼仪，与我墨家不合，此事还是交由在下来办吧。2刻半钟后，刘毅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训练场，刘毅也不吭声，只是默默地盯着吕灵启。哟，先生你怎么来了？刘毅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向了吕灵启。此时的吕灵启因为训练过度瘫软在地。明白，灵启先生找你。先生，你找我什么事？看你训练的如此辛苦，邓夫人那里熬了鱼汤，你如今这般模样，吃些肉食有助于恢复。吕灵启到了刘毅这里，也没再戴着面具。当邓母看到吕灵启真容时，也不禁有些惊讶于对方的貌美，难怪会让刘毅茶饭不思。这是这几日雕刻而成，本是想随便雕个人，不知怎地却雕成了你的模样。若是喜欢，便送你吧。吕灵启下意识想要拒绝，只是那木雕他确实极为喜爱，那活灵活现的样子，像极了另一个缩小版的自己。本就是以你的样貌雕刻而成，若不送你的话，也不好送给别人，我便只能贴身佩戴了。刘毅看吕灵启虽有娇羞神色，并没有拒绝，很自然地将木雕挂在吕灵启的脖子上。多谢先生。吕灵启本就极美，佩戴上这木雕之后，似乎更多了一股说不出的魅力。
此时吕灵启被刘毅目光盯得有些不知所措，心中却是不知为何对刘毅更多了几分倾慕，虽然羞涩，却并未回避开，而房间里的气氛变得有些特殊起来。将军这几日怎少住他，却来的少了，总是傍晚的时候才来，有时候干脆就不来了。哼，这事何须你来操心？魏月闻言不禁笑起来，虽然他也不理解刘毅既然与吕灵启有私情，为何却不愿直接下聘迎娶，不过看吕灵启这几日的状态，魏月心中却是欣慰的。而此时刘毅和吕灵启却是坐在城楼边角上，随意聊着一些事情。我换你灵启，你换我伯渊吧。伯渊是诸葛亮当时为刘毅提的本字，虽然当时刘毅并不情愿，但是为了师出有名，只能同意。如此不合礼法。嘿嘿，你可是温侯之女，温侯纵横天下，说话做事何曾在意过旁人眼光？哎呀，嘿嘿，已是午时了，邓家嫂嫂已经做好了饭事，我让她为你也做上一些，不如一同去吃如何？也好。就这样，刘毅拉着吕灵启的手往自己家的方向而去，这场跨越2000年的恋爱就此开始。如今我等名声已经在襄阳传开，以后再去襄阳却是不好，我亲自去了。刘毅跟魏月商量着，最近襄阳派来的几拨人，都是邀请他去襄阳或是直接建造庄园的，其中给的价也比以往高了不少，甚至有直接带着100万钱作为定金请他去襄阳施工的，这已经展现出极大的诚意。只是眼下已经时近6月，且不说北方曹操已经称了丞相，开始筹备南下之事，单是上次去襄阳时，蔡瑁所展现出来的霸道，刘毅就不愿意再亲身犯险。嘿嘿，先生，如今我天宫坊已经远近闻名了，赚来的钱也足够将这城寨建好。您可有想过我们这城寨换何名？先生，学院已经建成，等您去看。学院，敏而好学加22，奇思妙想加21，精神极限加24，施恩四海加25，未解锁。嘿嘿，精神极限是否是代表着对大脑的开发？这代表着这座学院只要经营得当，可以开发出一大批拥有超越常人的学子。以后大家没事的时候多来这里读读书吧。先生，此处风水如何？很好，可惜风水好也没用，我们没有能教书之人啊。书院虽然建成，但功效却难以发挥出来。接下来几日，刘毅设计的澡堂、钟楼、乐府以及最重要的衙署先后落成，尤其是衙署，更是这座城寨的核心功能建筑。刘毅便迫不及待前来查看。恭喜宿主成功建成一座小型建筑群，成功解锁建筑群所有未解锁属性，并获得城池特殊属性，军民归心。宿主木工、雕工、泥塑、机关术，经验加10W，获得天赋点1000，成功解锁新天赋。衙署清正廉明加22，威严加24，工作效率加25，官员忠诚加23，万民归心加25。共享每晋升1级可以获得1名学徒经验共享，学徒所得经验可提供1半归宿主所有。一直以来虽然有学徒功能，却从未想过去收学徒，如今可以多培养几个学徒，四处去游历，做些木工，不但能扩大自己业务范围，赚取更多钱财，最重要的是也能给自己提供源源不绝的经验。这座城池的名字便叫墨城吧，另外找一些机灵些的少年来，便说我要受徒。墨城，先生乃墨家传人，此城唤作墨城，却也不错。那便命人去做城池的牌匾，授徒事宜我也一并办。最近你似乎很开心。嘿嘿，有钱有粮，如今人也要来了，你说我是否该高兴？钱粮妾身知道，只是这人从何来？呵呵，曹军南下了。刘毅隔三差五和诸葛亮书信来往，对于曹军南下的事早已知悉，但这沿途刘明刘备也不想便宜了曹操，所以希望刘毅能够带些船上来，接引一些流民来江夏。而且刘表上个月死后，荆州内部开始了权力倾轧，荆州北部大量百姓开始为躲避兵灾而奔逃，只是几日墨城中百姓便翻了1倍，万民归心的属性加上刘毅已经事先做好了准备，必能让这些流民迅速归心。魏越那里征兵如何了？最近那些新来的流民中确实有不少人愿意参军的，加上我城中原本就有的将士，如今已然凑足了1项。按照如今编制来算，5人1神，5神1队，2队1屯，2屯1曲，2曲1部，而一校通常来说是2部，也就是800人。呵呵，有些不够，但也没时间再招了，让魏将军立刻点齐500人马，再雇佣1000船夫，我们接人去。嫂夫人，还请你多招一些会做饭食的妇人，或许会用到。3日后，刘毅带领刘三刀等人到达樊城。在下夏侯伯，现为樊城守将，可是伯渊先生当面？正是。如今城中还有何人？我受孔明之托，前来帮皇叔接受百姓，不知现在有多少人需要接收？从新野到此处，沿途百姓不少都来了，有2万余众。樊城城小，不知先生您？呵呵，若皇叔不介意的话，便能拉多少拉多少吧。而此时却有百姓起了冲突。
凭什么我等闻皇叔之名而来，如今却要跟个不知根底的人离开？这算什么？哼，墨家是何东西？某从未听过。闻言，不少流民跟着一旁起哄，周围顿时乱成了一锅粥。这时，押船的将士踏步上前，那股子狂猛气息，刹那间便叫四周起哄的人群生出几分畏惧之心。墨家在先秦战国时代，乃与儒家并列的两大显学，主张兼爱非攻，平抑世间纷争，即大不欺小，强不辱弱，众不贼寡，诈不欺愚，贵不傲贱，富不骄贫也。这便是墨家。你未听过，不愿登船，我等不会阻你，但请将道路让开，让旁人登船。我若不让，你待如何？哎呦我去！很好，那便请汝去死吧。闻言，刘三刀目露凶光的逼向那大汉。大汉见状，灰溜溜的钻进了人群中。吾乃墨家传人刘毅，竟陵墨城之主，今受皇叔相邀而来接应百姓。大家若是愿意，可随船顺流赶往晋陵；若是不愿，刘某亦不强求，只请莫要聚众闹事，自非常支持。若胆敢聚众闹事者，皆杀无赦。四周原本骚乱的人群随着刘毅的话语传出，顿时平静了许多。夏侯伯在一旁看得略显惊讶。原本以为墨家只是做工匠厉害，如今看来，这位墨家传人三言两语间便镇住了这帮百姓。主公让自己多多注意这位墨家传人，原本还有些不以为然，如今看来，能被主公和军师重视，却也并非没有道理。夏侯将军，如今襄阳内部争夺继承荆州牧之位，蔡家势大，刘琦恐独立难支，刘琮年幼，未必能够镇服群臣。我担心襄阳会在此时倒戈，待我通知皇叔，若襄阳一失，这樊城便是孤城一座，不可久守。若是要走，请务必将这樊城城防拆除，我这里有全部建筑机关图纸，按照图纸拆除便可，否则怕是拆不动。先生放心，在下定向主公转达。刘毅点点头，至于对方是真的心悦诚服，还是做样子，都不关他的事情。而此时樊城外，一处树林里，两名汉子背靠着树干，用笔默默地勾勒着图画。看方向是江夏或是江陵。墨城未曾听过，通知前路的兄弟，务必打探出这批人的去向。那两人在干什么？不好，他们是细索。那两人也察觉到什么，抬头看来，正与刘毅与刘三刀目光对视，却并未慌乱，只是一转身，没入了人群之中。再看时，已经找不到。细作先生，船上怕是已经混入了细索。对此，刘毅倒是并没有太多惊慌。墨城走入各大诸侯眼中，也只是时间问题。只要拥有足够自保能力，或许还是一件好事儿。此事莫要乱说，等下船之后再做计较。7天后，刘毅再次来到樊城，却见樊城之外的难民不但未曾减少，反而似乎更多了些。这难民怎么越来越多了呢？先生不知，曹贼主力大军已至博望，不日便可南下。新野附近百姓恐遭兵灾，都在往这边赶，有的已经跑去襄阳那边。另外，主公和孔明先生希望能够见先生一面，不知先生可愿等些时日？不了，儒家不是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吗？待日后皇叔安定，我再去拜会不迟。这次的邀请本是刘备的试探，看看能不能把这位墨家传人收归旗下。天宫坊出品几乎是襄阳名士争相抢购的东西，墨城的财富说实话让人有些脸红。刘备希望能够获得刘毅的全部支持，包括人力、工具、兵器以及财富上的支持。就在这时，刘三刀目光不善地看向几名朝这边走来的难民。尔等干什么？这位先生，在下吕蒙，现为横野中郎将，对你并无恶意。江东人。呵呵，先生听过在下。年初将军大破黄祖，在下在江夏讨生活，想不知道将军之名亦难，只是将军要找寻在下，直取墨城便是，何以如此？因为如今江夏由刘琦镇守，我等也不好直接前来。再说先生的墨城在地图上没有，只知是在晋陵，我等便顺着道路来了樊城。听闻先生在这里招收难民，便乔装来见先生。呵呵呵，简单来说，你们迷路了。先生，在下此番来，却是带我家都督前来相邀，希望先生若有时间，去柴桑一叙。此前有豫章豪商送来一些天宫坊器物，颇有奇效。我家都督得知墨城之事后，便希望能够见先生一面。呵呵，眼下怕是不行。对于刘毅的拒绝，吕蒙显然早已有了准备，因此在刘毅话说出口之后，吕蒙也没强求。既然如此，在下想随先生去一趟墨城，我家都督希望能跟先生定制一些物件。嘿嘿，便请将军在此等待。如今船行速度3日便可抵达墨城，届时你我再详谈。因为墨城现在的人口越来越多，导致各种事件发生，有说饭菜不好吃的，还有打架斗殴的。刘毅得知此事后，便找到魏越，接难民的事直接交给刘三刀去做。从现在开始，张贴榜文，所有难民每日只提供2碗粥，想要多吃，需要靠劳力来获取。另外，城中的房屋只是暂借他们居住，想要永久获得，也需要靠劳力来换取。先生，开仓放粮，他们都不愿意。您这般做，不是逼着他们造反吗？首先，将军要知道，人心是永远不会满足的，尤其是习惯了接受的人，他会将你们的给予当成理所当然，乱肯定会乱的。
但继续这样下去，把墨城卖了都不够。这些人就是闲的，他们有手有脚，自己来养活自己。天宫房如今正缺打杂的，有些手艺的可以进入天宫房。城中军队也不多，愿意参军的可以择其轻撞入军中，会做饭的去帮忙做饭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粮给粮，要钱给钱，终究只能解决一时。给他们事儿做，他们才会觉得踏实。还有，命将士们都出来，有带头闹事者，立杀无赦。刘毅经过半个月时间整治难民的问题，整体效果非常显著，尤其是以恶制恶的法子，将那些带头闹事的人斩杀后，难民事宜基本解决。三刀，你继续带着人马沿江岸行船，我料刘皇叔恐怕会弃守樊城，能帮的便多帮一些。伯渊，某一直不太好问，你为何如此看好那大耳贼？一个人有多大前程，能力固然重要，但要想当人上人，真正决定人成就事业的，一是出身，二是做人。而且他现在是大汉皇叔，这是天子认可的。那刘表也是大汉皇叔，这就要说做人了。若说出身是加入这场以天下为棋局的敲门砖，但如何下这盘棋，就要靠做人了。刘备能力或许不如其他诸侯，但他人情练达，知道如何施恩于民，知道如何结好人才。最重要的是，他能忍，受挫而不馁。放眼天下，有他这般本事的，恐怕也只有曹操了。放眼天下，有他这般本事的，恐怕也只有曹操了。那伯渊，你准备投刘备？呵呵，我只想活，更好的活下去，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便可。至于未来，没人能真的看到。魏越闻言没再多问，但显然刘毅的回答并没能让他满。孔明，你说这樊城可守吗？此先锋军不难，但若无襄阳援军，樊城必不可久守。那投石车距此足有400步之遥。此物乃伯渊所作。呵呵，只是不知其他物石又有何奇特之处。就在这时，一大片箭雨射来，箭雨却在空中分流，大多数箭雨都落在了刘备身前的斗拱上。孔明，这是怕是伯渊之功，不过如此一来，却是令守城压力少了大半。曹军将领显然也察觉到了不对，自己不但未能攻破一座数百人镇守的城池，反倒自己这边损兵折将，只能下令鸣金收兵，也让城头守备军民微微松了口气。主公，曹军只是暂退，如今先锋虽然受挫，然曹军主力已至新野，若襄阳还未有回应，樊城不可为依仗，当早思退路。襄阳的事情有些超出刘备预料，他也没想到曹操会在刘表死后便立刻南下，这让原本准备让刘琦和刘琮兄弟相残，刘备收拾乱局顺势接手荆州的想法胎死腹中。翼德，樊城不可久守，你立刻命人将这些斗拱拆除。只是令人牙疼的是，这些斗拱明明是木材做的，却好像比城墙都坚固，花了老半天时间方才拆了一座。主公，伯渊先生离开时曾留下拆除这些斗拱的方式，可按照这些图纸上的方法将斗拱拆除。末将也是方才主公说起时才想起。江陵囤积大量物资，刘皇叔如今过襄阳，当是想要占据江陵，联合江夏与曹军对抗。襄阳距江陵有近400里之遥，那刘备携如此多的百姓，走不快，这便是最大的问题了。你说，若曹军真的追上刘备的话，他会拼命去保护那些百姓？不会，若他真有此心，便不会先叫关羽率主力投往江夏。先生，我们还要继续引渡难民否？要啊，百姓是无辜的，我墨家兼爱世人，此时正是拯救这些无辜百姓之时，怎能任这些百姓陷于战乱之中？尽快带领全部船只沿汉水而上，凡是愿意入我墨城者，皆可引渡。诺。那子母船虽然行船快，负重也大，但若遇敌，恐怕曹军不习水战，真要驾船来追，也未必追得上。如今新兵训练的如何了？你那教场颇为神异，加上按照你说的，这段时间食物供给丰富，训练颇为得力，而且按照你的想法，专门挑选出200名盾剑士，只是效果如何，如今尚未可知。没事，先观察吧。这几日南郡那边会很乱，不过这边却是太平不少，左右无事。不如一起去狩猎如何？正好教教我剑术。我去与魏叔说一声，再带些人手相随。第二日，邓母看着刘毅和吕灵起的亲密举止，便提到：恕妾身直言，魏将军毕竟已经成家，姑子每日受魏夫人照料，或许魏将军不觉如何，但魏夫人难免不便，不如姑子趁此机会搬来与我同住，正好爱儿随先生学习。妾身负责家事，有姑子在，也有个照料，如何？吕灵起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回答。似乎有那么些道理。嘿嘿，灵起不必烦心，邓家嫂嫂也是一片好心。灵起若是不愿，那便作罢。灵起也能觉得如今气氛不似往日那般融洽，只是……刘毅闻言却是心中一喜，不再给吕灵起拒绝的机会。既然如此，
明日我便亲自去与魏将军说吧。隔天，刘毅便和魏月说吕玲起去邓母那边住的事，魏月也欣然同意，毕竟解决了他的大问题。而刘三刀在接难民时却遇到了大问题。这位将军，快开船吧，曹军杀上来了。什么？曹军已经来了？这可怎生是好？这次出来带来的只有500人，而且还都分布在各条船上，根本集结不起来。这个时候跟曹军硬碰，肯定占不到便宜。开船，撤退！此时人群中不少人哭丧着不要留下他们。刘三刀也只是犹豫了下，并没有理会，因为刘毅不止一次叮嘱遇事不可逞强。正要开船时，人群中传来中气十足的喊声：“这位将军稍待，且看这是谁？”尔等是刘皇叔帐下将士，何以至此？将军，此乃我家主公夫人及少主，还望将军能助夫人、少主脱困。我等且去为将军阻拦曹军一阵。刘备的女人还有儿子。刘三刀闻言不敢怠慢，连忙将那妇人接上船。诸位兄弟，快上船！多谢将军好意，我等要去寻主公，将此事告知主公。将军且快开船，曹军已至。刘三刀见状，肃然起敬。不管如何说，这等时候还能顾及忠义的人，都算得上是汉子。夫人且入船舱，我等先回墨城。我家先生与皇叔颇有交情，待探清皇叔去向之后，再送夫人见皇叔。那是何方船队？回丞相，据细作探查，此船队来自晋陵一处墨家传人所建城池，城中工匠颇多，建设的楼宇颇为闻名。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昔日刘表在世时会客的墨香阁，传闻身在其中，如置身仙境一般。还有这等事，待此番攻破江陵，返回襄阳之后，孤便去见识一番。不止如此，传闻那墨城不但善造楼宇器皿，所铸兵器也颇为精良。荆州军中有不少精锐持墨城兵器，颇为精良。如何精良？不下于我军百炼兵刃。竟有此事，此等人才怎会为刘备所用？我军潜入墨城的细作，也只是知道那墨城之主与刘备相交甚厚，早在丞相南下之时，便已经开始帮助刘备输送新野樊城之地的百姓。如今墨城之中有大量流民聚集，此人手腕颇高，让百姓以工代赈，安抚流民，使墨城迅速稳定，未生出祸端。我以工代赈，不想墨家没落数百年，如今竟出此奇才，传我将令，命曹仁前往墨城请此人来见，让他不得无礼。待我生擒刘备之后，再见此。伯渊，城外发现了曹军的踪迹，看样子是冲我们来的。曹军他们不去追刘备，怎到了这里？有多少人马？据细作来报，人马应该不多，2校左右，看样子并非曹军主力。还好，或许只是路过，他们若不来，莫要轻易招惹他们。伯渊放心，只要他们不来招惹，我们自不会与他们为难。若是赶来的话，也须叫他们知道我墨城儿郎的厉害。在下刘毅，墨城之主，见过曹将军。是你？不想许久未见，曹将军还记得在下？曹将军此番兴师动众而来，不会只是为了昔日误会专程来此吧？本将军可没那般多的闲工夫。此番是奉丞相之命前来带你去见丞相。如今荆州之主刘琮已经投降丞相，荆州之地已是在丞相掌握之中。你这区区小城，莫不是想抗命不遵？墨城事务繁多，恐怕将军此番前来难以如愿了。不如给在下些许时日，过个2、3月，待墨城事情安定之后，再下定去拜会丞相，如何？如此说来，你是不愿随我走了？恕难从命。既然如此，本将军却是一定要带你去。备战，等距离剩余150米就放箭。此时曹军排开阵型，开始向城门推进。到曹军前排的盾手开始举盾的时候，放箭。曹仁被震惊的有些发慌，本想着2000人马足以踏平的小城，没成想却让自己损兵折将，无奈只能撤退。然而让曹仁没有想到的是，100马银枪将领带着10余人杀入。快开吊桥，少主与魏将军要出城作战，助那刘备军一臂之力。厮杀声一直持续到天色渐渐暗淡下去的时候，顺着墨城城西方向看去，到处都是尸体，有曹军的，有刘备军的。墨城将士的尸体虽然比例很小，却让刘毅有些心痛。可惜让曹仁跑了。速命人收敛尸体，我墨城将士的尸体密地安葬，若有家属者，报备衙署，之后会清算补偿。其他尸体也要尽快掩埋或是焚烧，不可久置于此。诺。常山赵子龙见过伯渊先生。是你。早听闻皇叔帐下将军之勇武胆略，不在关张之下。今日一见，方知所言非虚，却不知将军不惧保皇叔，为何出现在此？云奋命护送主公妻儿家小，不想在途中被曹军冲散。此前遇到了一伙失散的部众，得知夫人与少主为墨尘所救，特地寻来。糜夫人与公子却在城中，将军一路奔波，不如随我入城歇息一番。另外也可接夫人与公子回去。
不了，云还有重任在身，不便在此久留。不知先生可否将少主与夫人归还？云好去向主公复命。既然如此，在下也不好留难。灵启，去将夫人与公子送出，再命人准备一些肉食马料来赠予子龙将军。伯渊为何对他们这般客气？交朋友，不只是让你去请那墨城之主前来，又非出战，缘何如此？丞相，那墨城之主实则是我方通缉之人。当初末将在南阳时遇上那吕布余孽。曹仁将先前南阳的事情和曹操讲述了一遍，曹操听得眉头直皱。子孝可确定你说的是同一人？一个1年前还赶着驴车到处跑的匠人，是如何在1年内成为墨家之主，还能建立起一座坚固的城池的？丞相明鉴，此人便是华成辉，末将也定能认出。那你又是如何变得如此狼狈？昨日我去召其前来面见丞相，此人拒不出城，末将便挥军攻打。谁知那墨城虽然低矮，然却有不少守军，弓弩颇为厉害，射程比之寻常弓箭远了足足20多步。曹操和一众谋士闻言，面色却是凝重起来。20多步的距离，在战场上已经算是一道鸿沟。丞相，依子孝所言，那墨城不可轻视。仲德所言不错，丞相，如今荆襄业已平定，然江夏之地犹在刘琦掌握之中，而那刘备如今也是逃亡江夏，不如趁此机会挥军东进，一举踏平墨城，趁势席卷江夏，则荆襄之地可定也。曹仁、乐进，命你2人率兵1万，前去攻破墨城。至于那刘毅、生擒之，不可伤其性命。诺。2人正要离开，却见帐中一员大将大步而出。丞相，此战望丞相准许末将前往。众人目光看去，却正是曹操麾下大将夏侯渊。当年魏越趁着官渡之战，曹军大将基本都被派出去，许昌空虚的情况下，不但率众护着吕布之女反出许昌，更是灭了夏侯渊满门。尤其是夏侯渊的夫人，更是被吕灵启折磨致死。这对夏侯渊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不知妙才之分，只是若你来领兵，恐怕……丞相放心，此战末将甘愿为一寻常将士，只求能够冲锋陷阵便可。既然如此，此战便由子孝、王谦统帅，妙才便为先锋。谢丞相，末将告退。对于刘毅来说，曹仁的战败仿佛是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契机一般，在短暂的安宁之后，迎接的却是更恐怖的反噬。伯渊，如今对方只来了3000人马，不如我等夜袭如何？就如当初我等在山寨时破那山贼草寇一般。或许可行，便是不能破敌，以伯渊之法，也可疲敌心志。那此事便交由魏将军来办吧。魏越闻言也不客气，当下点点头，起身离去。墨城可守住吗？莫要担心，墨城乃我亲自设计建造，想要攻破可不易。唉，若是不可为的话，我们突围吧。曹军虽然精锐悍，然不习水战，我等若是驾船离去，曹军恐怕也奈何不得。刘毅看着吕灵启，心中突然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豪气。这可不是我认知的灵启，那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斩将夺旗的女中英杰，如今怎地这般胆小了？吕灵启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灵启放心，墨城没有你想象的那般脆弱。曹军想要攻下，除非曹操将他那80万大军都带来，把我的城池给埋了，否则此战曹军休想踏入我墨城一步。好生休息，明日守城，你也得出现。今夜魏将军不知能否有所收获，我且去助他一臂之力。能博家人一笑，看来我这一跤摔得也值了。将军，这已是第3次了，墨城的人打又不打，光是这般鼓噪，意欲何为？疲兵之计耳。既如此，何不将计就计，趁夜攻城？李既用此计，怎能毫无防备？只是这般任由贼人鼓噪，将士们明日怕是难以出兵。将军，既然敌军只是诈我们，不如任他去便是，我们不予理会如何？不可，若是敌军化虚为实，真的出兵攻入寨中，又当如何？传我军令，3军整装待发，但贼人若下次再来鼓噪，任何人不得出营。有聪明的，已经领悟到夏侯渊的意思，至于其他听不懂的，却也没有多问，各自前去准备。伯渊，这般夜色，你能看出个神吗？嘿嘿，加看将军集结人马，这是何意？之前我率人去营外鼓噪了3次，每一次那曹军将士都曾迅速反应，但这一次却是一片寂静。伯渊，时机到矣。你可拉倒吧！当初一帮山贼草寇，乌合之众，都用了1夜，你以为夏侯渊连那帮乌合之众都不如？如何讲？如何讲？我不知道夏侯渊会如何，但我若是他，便伏兵于营寨内，隐而不发。等你以为他们没了戒心，率军前去的时候，便伏兵齐出，将你一举歼灭，重创我军。这种反向思维，不也就是兵法中常说的诡计吗？打仗其实就看双方主将谁更会骗人了，能够骗到对手就算赢。伯渊如此想，那夏侯渊却未必。这便是问题了。
曹军输得起，我们输不起。莫城就这点儿兵力，若真的被你这么折进去一半，明日拿什么来守城？魏月闻言也觉有理，但什么都不做又有些不甘。那就这般干等着。继续鼓噪吧，若他们真不管，总有些用的。若他们是准备暗中埋伏，继续鼓噪，也能让那曹军熬上一夜，明日便能免去一战。曹营外的锣鼓与喧嚣之声响大半个晚上，直到凌晨的时候，方才渐渐没了声音。而曹军的将士经过一晚上的苦等，大半已经疲惫不堪，就连夏侯渊本人都感觉自己的两对眼皮在打架。将军，那贼将正在营外叫阵。我军一夜未曾休息，正是人困马乏之际，此刻不宜应战，莫要理他。若贼军强攻，便以弓箭将其射退便是。曹军大营外，魏越带着800莫城将士在营外耀武扬威，将夏侯渊家的女性成员一直追溯到对方18道子，通通问候了不止一遍，还仗着弓箭射程远，甚至故意往前将射远在更远的地方。不是曹军将破空而至的利箭射。将军，末将请命，率部与贼众决一死战。夏侯渊面色铁青，却是钢牙紧咬。未得我将令，任何人不得出战，违令者斩。只是将军，贼人这般侮辱我军，纵横天下，何时受过这等屈辱？忍。我让魏将军去骂阵，也不知他们在骂什么，这样会不会太狠了些？不会，骂阵很常见的。那夏侯渊乃沙场宿将，不会如此轻易便被激怒，失了志，能成为大将，心理素质没那么差。既然如此，那再狠一些，送身女子罗衫给他，不知他会不会气死啊？我见过夏侯渊，知道他身量，我去挑选女装。将军，贼军又在营外诺战，对方今日并未叫骂，而是用投石机投了一个盒子进来，说是赠与将军的礼物。这算什么？闹腾了2晚上，都没让自己睡个安稳觉，现在却来送礼，这是示弱吗？此时夏侯渊的面色在看到那罗衫的时候已经阴沉的可怕，然而书信上的内容更是让他血压飙升。妙才将军，久闻夏侯将军善忍之名，忍出来的名将，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心中敬意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为表敬意，特献上女装一件，乃是蜀锦所作，颇为珍贵，正合将军身份，希望将军能够穿着这身女装去辕门一叙，留意也好，一睹将军倾国之容。庶子欺人太甚，传我军令，集结全军将士，随我出营，攻破莫城，屠尽莫城之人，叫这莫城片瓦不留，寸草不生。夏侯渊率领全营将士奔向莫城城门，却不想中计死伤惨重，而后方大营偃旗、营帐、粮草等全部烧为灰烬。夏侯渊为了保命也仓皇逃走。夏侯虽败，但这件事曹军恐怕不会善罢甘休，不久当会有更多的曹军杀来，这敬陵将会成为曹军平定荆州的首要目标，同样也会成为江夏的门户。吕灵起坐在刘毅身边，默默地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我准备差人前去见刘备，让他出面帮忙邀请刘琦共同抵御曹军，只靠我们怕是难以守住莫城。伯渊觉得对，便去做便是，莫要以我为念。作为莫城如今的话事人之一，吕灵起能够很清楚地感受到压力，来自曹军的压力。莫城是刘毅的心血，而想要守住莫城，只凭他们不够，必须要有盟友。而刘备、刘琦是眼下唯一能够找到的，也是有理由帮助他们的盟友。若是这个时候再去顾虑私人恩怨，就等于将莫城推往绝境。真好，此乃莫城之劫，亦是我的劫。若是此劫能过，灵起可愿嫁与我？这等事情，伯渊何须问我？此乃你我之事，自然要问你。若灵起不愿，亦不会强求。自是灵起并无不愿，一切听凭伯渊做主吧。当曹仁再次看到夏侯渊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浑身上下都是凝结的鲜血，腿上还中了一箭。3000先锋大军，除了战死的之外，这一路走散的、逃走的不知多少，到最后跟着夏侯渊回来的，只有不到100人。妙才何以至此？中计矣。夏侯渊抹了把脸，一脸郁闷地将刘毅先是皮兵，之后又如何以女装羞辱他，逼得他不得不出战，落入刘毅事先备好的陷阱之中的事情，跟2人说了一遍。欺人太甚。天色不早，我等今日还是先行歇息，待明日抵达莫城之后，立刻发动进攻，莫要再给那刘毅喘息之机。另一边，莫城之中定下了与吕灵起婚约之后，刘毅心中那股抑郁之气消散了不少，招来人手准备去与刘备商量抵御曹军之事。不成想魏越却将赵云领到。子龙将军，不想你我如此快便能再见。国主听闻曹军来袭，特命云前来相助，此次带来了2500人马。因为2500人中有2000人是刘琦军中将士，却在分配守城任务时出了分歧。这位先生，曹军势大，我军本就兵少，便是合力都未必能够击退曹军。若是如先生所言一般，分兵只会让曹军个个击破，败得更快。那不知周将军有何建议？以本将军来看，如今我等3家兵马各行其事，犹如一盘散沙，
这三军无主，乃大忌，倒不如将所有兵权归于一人之手，其他人听令而行，这调度起来也更容易一些，才有机会击败曹军。这是上来就要夺权，而且胃口还不小，是要连刘备的兵马一起吞掉呢。赵云显然也听明白了对方的言外之意，眉头一皱，却没说话。这里毕竟是墨城，还要看看刘毅的态度，但要他交出兵权是不可能的。将军所言也不无道理，只是眼下敌军旦夕变至，这许多人马若是整合起来，颇为费事，恐战时反而掣肘。当下我以为还是以退曹军为主，与其强融，不如将我等兵力有效配合，或许更有奇效。曹军势大，岂是先生这般纸上谈兵之人可知？打仗还是该由我等武将来做。哼，伯元虽非武将，然先退曹仁，后败夏侯渊，两战皆胜。你既为武将，却不知有过何战绩，敢下如此狂言？不过运气儿，借那夏侯渊、曹仁轻敌大意，算不得本事。本将军自幼从军，身经百战，岂是他可比？好了，时候已经不早，按子龙将军所说，曹军要来也是明日午时之事了。两位一路奔波，旅途劳顿，我已命人为两位打理好居舍，还望两位莫要嫌弃。对方的态度没法谈，刘毅也不想跟这种人多说，交流那得跟愿意交流的人才有机会交流。现在对方摆明了吃定你的样子。不知周将军现居何职？某乃公子麾下平贼中郎将。公子麾下当真人才济济。刘毅点点头，没再多言，让人将周奔请去休息，却是留下了赵云。伯渊先生不知有何吩咐？子龙将军不必如此生分，唤我表字便可。将军乃身经百战之人，不知我此前所言，将军以为如何？云以为先生所言颇有道理，若那周奔肯答应，便是不能破曹军，但曹军若想攻破此城，却也不易。只是既然将军觉得此计可行，不知将军可愿率军出城，为我牵制曹军？若有需要，云自然愿意相助。只是云此来所带兵马不多，恐怕难以成事。我可自墨城再挑500精锐与子龙将军。如此一来，周将军恐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子龙若是答应，自去便是。这城中之事，子龙莫要操心。若是不可为，我会命人通知子龙撤退。赵云闻言，对着刘毅抱拳一礼，算是接下这个任务。至于其他的，他不管了，这算是刘毅和刘琦之间的事。伯渊，这周奔摆明了是想夺权的，刚才为何阻止我动手？你若动手，能治他？此人看着嚣张，我看他无甚本事。我是问你，能否胜过赵云？那赵子龙，我看与伯渊颇为亲善，他会阻我。不管赵云与我关系如何，周奔是他请来的。若你刚才动手，他便是同样看那周奔不顺眼，也定会出手阻拦。他若一心相护，你能奈何周奔？魏越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他跟赵云并肩作战过，那可是几十人就敢冲击曹军军阵的人物，而且当日赵云的骁勇给魏越留下很深的印象，自问不是赵云的对手。难不成便拱手让权吗？自然不能，这墨城是我们的根，立足之本，否则我们守这城干嘛？明日先看看他的成色，你且把我军剩下的人集结起来，随时待命。哼，尔等为何擅自决断？我与子龙将军商议一番，觉得还是这般护城犄角更易与曹军周旋。曹军此番来人不过8000，而且夏侯渊一败，曹军士气已挫，这墨城只有两面可供曹军攻打。若将兵力尽数集结城中也是无用，倒不如将部分兵力派出去，也可牵制对手。哼，你敢抗命？这墨城不过境岭，治下一城寨，汝私屯兵马。本将军若是愿意，此刻便是斩了你，也无人会说话。吕陵起。魏越见状大怒，纷纷拔剑，却被刘毅挥手止住。四周双方将士却是在瞬间剑拔弩张。义虽未卑，却也并不喜欢被人挟持。刘毅止住了吕陵起和魏越的动作，看了看周奔手中之剑，一把攥住那宝剑的剑刃。在周奔意外的目光中，那锋利的剑刃竟是未能割破刘毅手掌，反而在刘毅不断加力的情况下，宝剑被刘毅硬生生捏碎。也请周将军明白一件事理，我与子龙都非将军部将，也并未调动将军兵马，并无必要事事都向将军汇报。这墨城虽小，但他的主人姓刘，今日曹军必至，也叫在下见识一下将军的厉害。周奔看了看地上那几块宝剑的碎片，又看了看刘毅，到嘴的话最终还是咽了回去，化作一声闷哼，拂袖离开。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看着风度翩翩、一身儒雅之气的人，竟然有这般手段呀！伯渊，不曾想你还有这般本事。刘毅摇了摇头，
没有多说，这也算是自己的底牌之一。可惜属性种类却不是太多，只能靠着这坚固之类的属性配合强剑天。下人还行，魏将军去跟着他，看他如何不防。灵起，你去安排周奔麾下将士，没有上城的，皆去军营中休息。我们的将士先让出来，这几日只要他们还在，便请他们的人入军营休息。曹军是在大概中午时候抵达墨城，没有过多话语，将士在曹仁、夏侯渊、乐进的指挥下，对墨城展开了疯狂进攻。而周奔在守城时却偷奸耍滑，自己带来的江夏将士却连动都没动，几乎都是在用墨城人马守城。因此刘毅对于周奔是彻底失望了。伯渊，这般下去，我墨城迟早为此人所夺。先应付眼前，退了曹军再说。那曹军已然分兵，攻势减缓，你去督促江夏兵马。我们动不了周奔，但若其麾下将士不遵军令，可便宜行事。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更何况是在这种战时，周奔这种老鼠屎，若处理不好，能把墨城逼上绝路。这一刻，刘毅对那周奔也生了杀心，但就算要杀，周奔也不能死在自己手里，甚至不能死在墨城将士手里，那就等于跟刘琦撕破脸了。做工卓越的朱弄雕刻，栩栩如生加22，厄运缠身加24，动人心神加21。怎的这墨城之中竟有如此多兵马？日前某率军来此，那墨城最多也不过2校。如此说来，怕是江夏、刘琦、刘备派来了援军。子孝可有发现，今日城上兵马虽多，但不少兵士却并未极力御守。文谦是说，恐怕是那援军与刘毅不和，不愿出力相帮。依末将看来，既然这墨城守备坚固，难以攻破，倒不如暂缓攻城，转而先将城外那支人马攻破，而后再全力进攻墨城。不知两位将军以为如何？幸有文谦助阵，不过那赵子龙乃刘备麾下猛将，今日看来也颇知兵事，不可掉以轻心。两位放心，我观那赵云只有1000余人马，明日我便率领2000精兵前去破敌，待我擒获那赵云，便与两位将军两面合围这墨城。刘毅，我来此处乃是受皇叔相邀，方才亲自带兵前来相助。你墨城将领怎可擅斩我麾下将领？这又是何意？刘毅故作惊讶地看向魏越，魏将军，这是为何？有这等事？眼看曹军攻势如潮，便要攀上城墙，那帮江夏将领却不知为何不肯下令御敌。末将这也是气不过，方才与之起了冲突。周将军，在下对于齐公子能在此时来援，颇为感激。只是这些将领临战不下令御敌，却是为何？莫不成这是齐公子之意？哼！便是有不对，也该由我来处置。何时轮到你来擅杀我将士？军情紧急，末将也是为守城着想，来不及向将军请示，望将军见谅。哎呦我去！周奔看他这样子气，便不打一处来。本来今日是想借曹军之手削弱刘毅的兵马，将这墨城控制在手中。经魏越这么一闹，不但未能让墨城将士折损太多，反倒让他的兵马折损了不少，武将更是被杀了3人，这让他如何不怒？当即便想要动手。如今大敌当前，曹军势大，魏将军虽有不对，但也是为我军着想。周将军莫要动怒。这样，这里有个小物件，将军当知我天攻防之名，亦乃墨家出身。这枚弧形配饰乃我亲自所作，今日便赠与将军，也算是向将军赔罪。笑话！周奔本就是来挑事的，正要说话，目光却不自觉地落在盒子里。当看到那侏儒雕刻的一瞬间，精神一阵恍惚，看着那雕刻，竟是有些移不开眼睛。早听闻墨城之主乃天下巧匠，这份手艺却也不错。也罢，今日便看在你颜面之上，此番便算了。若明日再有此事发生，便休怪我无情。伯渊，你为何还赠他礼物？形势比人强，他人多，就算不惧，眼下若真起了冲突，得意的也只是曹军。况且我的礼物可不是那般好拿的。你说什么？周将军死了？原因是周奔在拿到刘毅送他的猪肉雕刻后，就一直霉运不断，走在平平的路上都能摔跤，抬头看天的功夫，一团鸟屎都能掉在嘴里。当他走在漆黑的夜里时，却被迎面走来的老者当场捅死。我家将军今日本是要去城上支援先生，却不知城中何时出现了许多刺客，半道突然行刺，我家将军不察之下，被那些贼人当街刺杀。刘毅闻言，目光微微眯起。虽然知道周奔会倒霉，但这刺客应该不能算是猪肉找来的吧？他却是想起了那些混进来的曹军细作。那些刺客可曾擒下？已然擒下，去看看吧。当刘毅看到周奔尸体不但没有不适，反而有种暗爽的感觉，但脸上却是一副悲痛的样子。周将军啊，你死得好惨啊！这帮天杀的刺客啊，刘某一定会为周将军报仇的。我以曹仁全家起誓。诸位将军，周将军之死，刘某十分心痛。但是这事我真的不知情。这墨城百姓多是我自新野樊城之地引渡而来的流民，其中或早有曹军细作在其中。诸位若是怕担责任，可将此事如实报之于齐公子。
待曹军退敌之后，我自会给齐公子一个解释。博元先生莫不是还指望我等继续为你守城？这不如将军中将领尽速招来商议如何？如今周将军不幸被刺，这军中之事，将军一人只怕无法做主吧？哼！这军中之事，将军一人只怕无法做主吧？哼！皮将自然知道自己无权调动兵马，更糟糕的是，周奔在军中的心腹之前被魏越借着违抗军令斩杀了不少，如今召集众将，恐怕支持自己的人不多，但也只能如此，不再理会刘毅，径直离去。博元，现在该如何是好？我记得军营中还缺个点将台，对吗？军营里设什么点将台？那教场中已经有了。那便设一个，顺便再给那周奔建个灵堂。另外，派人去一趟邓艾那里，让他把他家中那卷《山海经》给我送来。《山海经》中有很多异兽，若能将这些异兽以雕刻的形式雕刻在各种建筑或是物件上，是否能够出现额外的属性？这个就需要试试才知道了。3天后，一座点将台成功搭建。点将台凝聚军心加25，威势加23，激励军心加22，同仇敌忾加24，不令而信加26。看着点将台的最终属性，刘毅目光一亮，不只是因为这些属性对于自己有很大帮助，最重要的是出现突破25的属性，也代表着自己的目标进入5级后半段阶段。周将军之死，我知道大家都很难过，也在怀疑是我派人刺杀周将军。我愿以性命发誓，刺杀周将军的刺客绝非我莫成，我刘毅所派。若为此言，天诛地灭。随着刘毅的话语，不少江夏将士的神色缓和了不少，他的话中仿佛自带一股令人信服的力量，让人不自觉相信